我们这一个系列要一起来回顾有关 IDF 自制防御战机，就是 FCK-1 经国战机整个研发的过程，还有一直被大家关注的就是下一代国造的战斗机先进防御战机，简称 ADF。 当然主要是在以 IDF 整个研发的过程唤醒大家的记忆，来对照现在 ADF 的研发过程，让大家心中有一个底，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样来推动。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战机它有4代的分界，就是因为科技它的进步，所以战斗机它本身的作战能力跟它科技的应用产生了4代的差距。所以以美国跟俄国的分法现在已经趋于一致，像第一代就是 F86 跟米格15，第二代就是 F106 跟米格21，在中国就是歼7，第三代就是 F4 幽灵4对上前苏联的米格23，在中国当然就是歼8，第四代就是 F15、F16、F18， 在前苏联跟俄罗斯就是米格29、苏凯27，在中国就是歼10，还有歼11，这些中国版的苏凯27它相关的衍生型。第5代战斗机就是美国的 F22、F35， 俄罗斯的苏凯57、苏凯75，中国的歼20，还有 FC31、歼35，所以大致的分界可以让各国的战斗机来做一个对照。尤其在下方这边，它有可以对应到其他国家的机型，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看得出来，美国空军它的战斗机在科技上是具有不对称的，相对于其他国家，它的技术领先至少20年以上，所以加深大家的印象就是第2代的战斗机包括了台湾使用过的 F104， 还有中国的歼7，在其他的国家就是英国的闪电式、法国的幻象3、瑞典的 J35 龙式战斗机。不过龙式战斗机目前仍然在美国有私人公司还有试飞员学校有在使用。到了第3代就包括了 F4 幽灵4、前苏联的米格23，还有像台湾使用过的 F5、中国的歼8、前苏联的米格25、以色列的幼狮、幻象5、苏凯24这些战斗机。在这个时期的战斗机就开始希望可以兼顾中低空的性能，还有机上的雷达，它的探索的距离就会更远。到了第4代的战斗机，就是像 F14、F15、F16、F18、米格29、苏凯27、幻象 F1、幻象2000、瑞典的 JAS39、法国的标风、欧洲战机 EF2000、中国的歼10、日本的 F2， 还有台湾的 IDF， 还有韩国的 T50， 衍生出的 FA50 轻型战斗机。到了这个世代，大部分的飞机都改成由电脑控制的线传飞控 Fly by Wire， 而且它的引擎出力就可以让战斗机它的推重比超过1，就是它可以垂直爬升。而且这个世代的战斗机，它的引擎都会改成涡轮扇发动机。在之前第2代的战斗机大部分使用的是涡轮喷射发动机，所以这在引擎上也有不同的世代。当然第5代战斗机就是目前各国都在研发的逆中战斗机。不过美国现在已经在研发第6代的战斗机，可是第6代的定义是什么，目前其实还没有被大家归纳出来。而在第5代的战斗机，像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就有一个定义，就是第5代战斗机比较不容易被雷达所发现，所以有高效能的机身，还有先进的航空电子装备，还要有高度整合的电脑系统，
能够跟战场上的其他单位来连通，了解整个战场的感知能力。而俄罗斯他们的标准就把它更具体，写了5个超标准，就是超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超视距以及超资讯化。所以这是一个5S 的一个概念。目前已经服役的3款第5代战斗机，就是左上角美国的 F-22，左下角美国的 F-35，还有右下角中国的歼20。另外还有其他各国在研发中的第5代战斗机，就是俄罗斯的苏凯57，以前的编号是 T50，刚好跟韩国的 T50 教练机撞号，所以后来俄罗斯就改成苏凯57。另外中国还有在研发中的 FC31，就是歼35，大家留意一下它的编号，并不是歼31。另外有俄罗斯的苏凯75，就是苏凯57的单引擎版，还有土耳其最近试飞成功的 TFX 可汗，印度的 AMCA， 还有韩国跟印尼合作的 KF-21， 现在已经准备要量产。另外日本、英国、意大利合作的全球空战计划，还有德国、法国合作的未来战机航空系统 FCAS， 这些都是未来10年内有可能会服役的第5代战斗机。另外有原来第4代的战斗机，因为利用了第5代的科技，所以包括它的 AESA 雷达的升级，还有电站系统的升级，还有逆中涂料的使用，或者推力增加、机身的强化，让它超越了原来第4代战斗机的战斗能力，而被归类为 4.5 代的战斗机。就像台湾现在刚升级完的 F-16AM 跟 BM， 就是 F-16V， 还有瑞典的 JAS-39 的 EF， 还有欧洲战机 EF-2000， 还有 F-15 的 EX， 还有 CX 这个系列。另外还有法国的哈法标风战斗机，还有美国海军所使用的 F-18EF， 另外就是俄罗斯的苏凯35，当然也有人提到中国的歼16，还有歼10C， 这些都是已经使用了第5代战斗机的技术，而成为 4.5 代的战斗机。所以我们回来讲 IDF， 那原谅我的习惯，因为我觉得战斗机使用人名来命名是一件很怪的事情，因为全世界的战斗机大部分都是取名跟鸟类有关的名称，使用一个人的名称，其实好像在称呼上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那有关 IDF 部分，我们的内容主要来自于杨宝之先生写的《台海祥鹰》，还有华习军将军写的《云汉的故事》，战机的天空。另外当年试飞的时候，刚好是1989年，在64天安门，就是中国称的89民运的那一个月。那还有国内有张明远博士跟吴天成博士2位所写的军用发动机发展趋势研析，还有维基百科上面的这些公开资料，将它做一个汇整。首先 IDF 研发的背景是大概在70年代左右，台湾空军因为整个国际情势的恶化，加上整个机队的老旧，当时的 F-104 还有 F-5 系列的战斗机都是属于第2代跟第3代的战斗机，而世界各国也都走向第4代战斗机的情况下，预判在未来恐怕没有办法从国外来获得战斗机，所以就展开了自制防御战机的计划。而当时这个计划一开始称为阴阳计划，可是在整个计划开始推动之后，又改名为安祥计划。在1978年左右开始了高性能拦截战斗机的研制计划，因为当时在兵棋推演各方面看起来，台湾的空军需要的是一架可以紧急起飞来拦截不明机或者入侵者的战斗机，可是要开展
研发的计划就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发动机引擎这个问题是第一要务。当时全世界正在量产的战斗机包括 F-18A、B、F-16A 这些轻型、中型的战斗机采用的发动机，像 F-18 就是 GE 的 F-404， F-16 就是普惠的 F-100， 这两家都直接拒绝了台湾的询问。而台湾原来使用的 F-51 上面的 J85 被评估就是太小， F-104 跟当时还有 F-4104 使用的 J79 涡轮喷射发动机，它的设计太老旧，而且当时也没有办法取得额外的引擎，在引擎采购上都被拒绝。加上1978年12月15日台美断交，在不久之后又在1982年8月17美国跟中国签署了817公报。在这一连串的外交冲击之下，台湾要从国外取得不管是原来就拥有的 J79 发动机，或者是先进的 F-100、F-404 这些引擎都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在这边统一一下称呼，因为 GE 在台湾有两种翻译方式，有称奇异，也有直接翻译为通用动力或通用电气。那在这期间有找到 GE， 因为他们刚好想要把 A10 攻击机它上面的 TF34 引擎改为民用型的 CF34， 正在找合作对象，他需要找其他的金主来共同投资，这样就可以获得部分的制造权，每投资1000万美元可以获得全引擎 2% 的承制权。可是出资的不能参加他们的设计，这样跟台湾的设想落差太大，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就没有成。紧接着在1979年，就是民国68年，航发中心就是后来的汉翔就成立了发动机设计室。虽然叫设计室，不过主要的工作是希望可以从国外来采购发动机，来见机行事，走一步算一步。因为当时知道要研发发动机投资的成本跟时间人力非常的巨大，以当时台湾的能力是完全没有办法从无到有来建立。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表，左边这两个就是当年台湾已经拥有的发动机，第一种就是 F5F 所使用的 GE 奇异他们的 J85 涡轮喷射发动机，第二种就是 F104 所使用的 GE J79 发动机。这两种都是涡轮喷射发动机，是属于第二代战斗机的核心引擎。接下来第三种就是后来 F-18A、B、C、D 战斗机所使用的 GE F-404 引擎，在后面就是 F-16跟 F-15 所使用的 F-100普惠的涡轮扇发动机。最后这一种就是从 F-16 的 Block 30开始，这种0的尾数就是 F110 的发动机，而2的尾数就是 F100 的发动机。而说到 GE F110 这个系列的发动机，同时也是后来 F-15 后来的改良型，像韩国的 F-15K、新加坡的 F-15SG 这些新的型号采用的 F110 GE这个系列的引擎。这个汇总表上面我们就看得出来它们的尺寸的差异，包括长度、重量、进气口的直径。可以发现涡轮扇发动机它的体积其实可以进一步的减小，可是推力却可以更大。最重要的是在下面的推重比，推重比就是发动机它的推力去除上它自己本身的重量。大家可以发现 J79 的推重比才 4.6， 所以 J79 只能发出自己重量 4.6 倍的推力，而后来这三款涡轮扇发动机它们都可以发出自己重量7倍以上的推力。而在军用推力的部分，就是在不开后燃器的情况下，它可以把最大的推力发挥出来的时候，发动机所产生的推力，所以看得出来，所以在军用推力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GE 的 F-404
就可以发出 48.9 千牛顿，普惠的 F100 就可以发出 64.9 千牛顿， GE 的 F110 就可以发出 73.9 千牛顿。假如开启了后燃器，就是我们时常看到战斗机的尾管会喷出火焰，这就表示它有开启后燃器。那 GE 的 F404 它就可以发出 78.7 千牛顿，普惠的 F100 就可以发出106千牛顿， GE 的 F110 就可以发出131千牛顿。整理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有人说拆 F104 的 J79 发动机来用就好了，其实那就表示那一具引擎会非常的重，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重量高达1749公斤，可是它只产生出了80千牛顿的后燃气推力，所以其实它的燃油效率并不高，所以涡轮喷射发动机在第3代战斗机之后就逐渐的消失，使用的都是涡轮扇发动机。可是在当时航发中心并没有其他的选择，当时台湾并没有能力从无到有自己研发出战斗机所使用的军用发动机，当时有参与过的只有在台组装 F51 还有 UH-1H 这2款飞机所使用的发动机的部分组装工作，所以只好先以 F104 的 J79 涡轮喷射发动机来当作动力的来源。而这一款发动机虽然之前非常的畅销，不过运用在的战斗机像 F104 跟 F4U04 还有 A5 攻击机都是属于第2代的战斗机的产品。而且后来台湾要在美国额外采购 J79 发动机的过程也非常不顺利，很多人都想说那我们就把 F104 的引擎拆来用就好了，其实这有牵扯到授权的问题，假如美国没有授权，那后续这些发动机的维护就会发生问题。而且你拆了 F104 的引擎之后，那 F104 的机队它本身的妥善率就会更惨，因为你没有多余的发动机可以提供原来的机队使用。在当时就有找了丹尼尔顾问公司，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各国的 F104 都逐渐的除役，所以原厂洛克希德公司它也因为生产线开始停产，所以准备将后续的维修工作授权给刚退休的副总裁丹尼尔他成立的顾问公司来继续推动执行。我们现在称为洛克希德马丁，是后来跟马丁贝克公司在合并之后的称呼，所以在当时称为洛克希德。到了1980年，就是民国69年的时候，就以 J79 来当作下一代战斗机的发动机。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用采购 F104 的名义来跟各国采购 J79 的引擎，而且因为台湾已经有 J79， 应该比较容易获得美国的核准，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战斗机的研发就以 F104 的架构来修改，而丹尼尔顾问公司提供的这些设计草图就会很像洛克希德后来曾经设计出来的 X-27 Lancer 枪骑兵这一款战斗机。而 X-27 枪骑兵它主要是跟当时的通用动力的 YF-16 还有诺斯洛普的 YF-17 一起竞标美国空军的轻型战斗机计划落败的产品。所以在1980年民国69年的年底，暂时以 XF6 的计划准备要建造2架原型机。紧接着在1981年民国70年，台湾就与丹尼尔公司签署技术合作协议书，可是马上就发现询问过美国之后，相关单位都没有办法确认可以采购到 J79 引擎，而且经过相关的评估之后，发现 J79 引擎设计太老旧，推重比太低，再加上整个国际局势对台湾不利，所以这个案子就暂时停在这边。
左上角这张照片就是洛克希德当年的 X-27 Lancer 枪骑兵的照片，就是 F-104 的改款。左下角这一张就是当时丹尼尔公司初步的设计草图做出来的构型。所以在1980年，民国69年，航发中心就有出一个高性能战斗机可行性研析报告。在他的结论里面就有讲，假如想发展战斗机，必须先发展或者取得发动机，要先决定发动机是什么，才可以继续设计下去。而且华西军将军在《战机的天空》这一本书里面，他也写明了发动机是核心，谋求国际合作，引进技术来分摊研发经费，才是最有效的捷径。所以航发中心当时就询问过美国的普惠、奇异这2家公司，可是都没有获得回应。最后就转向第3家，就是美国的盖瑞特，看台湾是否可以参与他们正在跟瑞典 Volvo 合作有关瑞典下一代战斗机发动机，就是 TF-1042 发动机的研发，有没有这个可能让台湾来参加。结果才过了1年，1981年，瑞典的 Volvo 在台湾翻译成富豪，在中国翻译成沃尔沃。在1981年 Volvo 就退出了 TF-1042 这个研发案，改向美国用军售合作生产 GE 的 F-404 的衍生型，它的瑞典版就称为 RM12， 它的军用推力就有54千牛顿，后燃器推力就达到 80.5 千牛顿。左上角这一张图片就是瑞典当年假如采用 TF-1042 的2具引擎所研制出来的战斗机的预想图。左下角这一张就是后来采用 RM12 1具发动机的 JS39卓惠寿，目前号称是欧洲三角翼三雄的这一款战斗机。所以从左边这2张图片我们就可以发现发动机对于战斗机的设计影响有多大。左上角这一张其实怎么看都觉得它比较像教练机，而左下角这一张就是标准的第4代战斗机，具有短耦合的前翼布局，三角翼的主翼，然后1具80千牛顿的发动机。1具引擎其实跟2具引擎它呈现的效果主要在成本的维护上面，它的维持费就可以获得控制。所以 IDF 当年一开始研发的时候遭遇的瓶颈就是发动机。当然现在台湾空军它本身机队的数量基本上是充足的，尤其在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斗机之后，数量上其实暂时并没有急迫性。但是若往后15年 IDF 的使用寿限将会到达，而幻象2000因为也没有经过升级，所以这一次延寿所延长的20年时间也即将要面临更换，选择接替机种的时候，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提有关先进防御战机 ADF 这个计划。所以很早就开始进行织女星计划，这个是中科院从2014年就开始定这个计划，在2016年完成建案，在这几年投入了快要100亿台币。而在去年2023年，联合报有报道，中科院的院长张忠诚先生他有讲，中科院在织女星计划取得了热段12项的关键技术，从今年2024年开始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朝大推力的大型战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来研发。所以目前是先突破热段这部分的技术。目前战斗机的分类有分大型就是重型，像 F-15 战斗机、苏凯27战斗机这一类的，像 F-18 的 EF 它就已经是中型战斗机的上限，原来的 F-18 的 A、B、C、D 它就属于中型战斗机的代表。所以像法国的哈法、标风还有欧洲战机 EF-2000 它们也都属于是中型战斗机。所以中型的战斗机它的推力就需要22000磅，就是2具加起来，那1具就要有11000磅。假如要做到像
F-15这种重型的战斗机，那它就需要一具有22000磅以上的推力，这个就是未来要准备的重点。从这部分解读就知道，织女星计划初期的目标就是 F-404这个等级的发动机。假如要放大它的推力，那基本上就是 F-414，甚至要达到 F-100或者 F-110这个水准，就还需要再继续研发。紧接着在2023年6月9日，自由时报的报道采访了汉翔总经理马万军先生，他认为发动机是工程师的圣杯，有2个难题要克服。第一个是要会设计发动机，第二个是热锻件的冶金技术要突破。那他讲的其实还蛮保留的，就是 ADF 先进防御战机，它不管是采用美国的 F-404或者 F-414引擎，或者由中科院来自己研发自制大功率的引擎，这一部分都是一定要走的路，这样才不会被人所限制。当然这样子的观念是延续自1970年代整个航发中心一脉相承，希望整架飞机都可以自制。那基本上这个抉择就需要在多方考量来衡量。我们可以由这一张汇整表，我们把后来 TF-1042 就是 IDF 使用的发动机加进来，共同来比较，而且再加上了标风哈法所使用的 M88 涡轮扇发动机，还有 EF2000 所用的 EJ200 涡轮扇发动机，共同来比较，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全世界目前发动机的市场其实会做的就这几家。IDF 所使用的是美军编号 F125，就是有带后燃器的发动机。当然整个系列包括 F124这样加起来总共有600多具的使用量。不过使用这个系列的引擎，飞机就要装2具，那这2具大约推力略大于 GE 的 F-404，所以我们在下方我有把它使用的机种的图片也放上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像 F124、F125 有我们的 IDF 跟永鹰高教机，还有意大利的 M346 使用这个系列的引擎，总共有624具以上。而 GE 的 F-404 发动机，它目前全世界累积超过3000具，包括了瑞典的 JAS39、美国的 F-18A、B、C、D、韩国的 T50， 包含了 FA50 轻型战斗机，包含了瑞典的 JAS39 战斗机，美国的 F18A、B、C、D 大黄蜂战斗机，韩国的 T50 高级教练机，还有 FA50 轻型战斗机，还有美国最新的 T7A 红尾鹰高级教练机，还有印度的光辉战斗机。而 F-404 衍生出来的 F-414 涡轮扇发动机，它就有 F-18 的 EF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还有韩国的 KF-21 逆中战斗机，还有印度的光辉 Mark II 的改良型的战斗机。接下来是法国的 Snecma M88 发动机，当然它主要的就是标风哈法，目前全世界将近500具的使用量。接下来就是欧洲战机 EF2000， 它的 EJ200， 目前它的使用超过了1362具以上。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 Eurojet 这一家发动机公司，它是由劳斯莱斯跟英国政府所合资成立的发动机公司，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它的推重比高达 9.17， 所以这一具发动机可以发出自己重量9倍以上的推力，这是非常的可观。最后2种就是普惠的 F100 跟 GE 的 F110， 它们是 F16 跟 F15 共用的引擎。大家可以留意军用推力的这个区间，从 GE 的 F414 发动机开始，都可以发现它的军用推力都在50千牛顿以上，甚至 GE 的 F110 发动机，它的军用推力高达了 73.9 千牛顿。若在比较开启后燃器之后的最大后燃推力，就可以发现
GE 的 F110 可以高达131千牛顿，而且普遍第四代战斗机所采用的发动机，它的推重比都是要超过7以上。相较之下 TF11042 它的推重比是 5.3， 不过它的结构比较简单，燃油效率也比较高，所以也是当年 IDF 不得不的选择，也算是符合台湾特殊环境的需求。可是军用发动机也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采用的客户越多，它测试的小时数就越多，因为它的投资非常的巨大，所以跟这个市场息息相关。所以像 GE 的 F404 引擎，除了 JAS39、F18、T50、T7 之外，像印度的光辉战斗机也有采用。另外普惠的 F100 跟 GE 的 F110 都受惠于 F16 跟 F15 的销售量，所以他们的产量都非常的大。所以这张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另外包含他们的压缩机、燃烧室、涡轮段、后燃器，整个设计的结构，军用发动机的市场都有一些主流的设计出现，所以看得出来，目前 F414 这一款发动机，它的应用层面非常的广。之前也有消息传出，台湾有意采购2具发动机来进行 ADF 的研发工作，可是后来这个案子也喊停，这恐怕只有内部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原委。所以像 F414 它就有 FA18EF 超级大黄蜂，还有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还有瑞典的 JAS39EF， 再加上韩国跟印尼合作的 KF21 逆中战斗机，还有印度的光辉2型战斗机的采用， GE 乐观的评估至少会超过1100具以上的市场。那也看起来这一款引擎它的输出许可可能是比较容易取得的选项。当然汉翔一直希望连发动机台湾都可以自研自制，不过我们可以由法国的经验来借鉴。当年哈法标风战斗机原型机在测试的时候，因为 N88 系列的发动机还没有完成研发，所以他先采购了美国 GE F404 400的引擎来先作为原型机的动力来源，而在之后等到 N88-2 的发动机研发完成之后才来进行更换。那基本上主要是因为在设计之初，他们就把引擎的吊舱这些位置设计成相容的形式，所以它才能做这样引擎的更换，不然一般战斗机更换引擎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所以像我们在 F16 系列就有为大家介绍， F16 是在 Block 30开始，它的引擎舱才可以相容普惠的 F100 跟 GE 的 F110 系列的引擎。同样也发生在 F15， 它也是在之后的改良型，它的引擎舱才可以2家的产品来相容。所以这张照片就是当年法国的标风战斗机的原型机，它初期采用 GE 的 F404 发动机，完成了很多测试之后，等到 N88-2 的引擎研发好，才将其中一具的引擎换成 Snecma 他们的 N88-2 的引擎留下的照片，可以发现左右2个发动机它的尾管形状并不一样。最后我们这一集的结论就是，当年是在台美断交还有整个国际局势对台湾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不得已我们才跟盖瑞特合作 TF11042 这个发动机。那也由于当年的国际情势，所以 IDF 它的很多作战性能都被限制住，这我们会在下一集再来为大家介绍。可是现在台湾的国际情势跟当年比起来好非常多，我们已经走出国际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台湾会走出自己的路。那在这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经验，先行采购国外的发动机，之后再让汉翔跟中科院逐步来完成自制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好了，我们这一集先聊到这里，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